我超级惊讶，竟然还有人不知道这个平台。很多的猎头呢，他们都会去用上面找人才。如果说你也是想要找外商工作的话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个平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雄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给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观众一点自我介绍。我目前大4，然后主修公关和广告，目前在一家新创公司担任社群媒体行销实习生。在这段求职期间内呢，我总共投出了50多封的履历，最后获得将近1/3的面试邀约。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总结我自己亲身经历，觉得最好用，大学生一定要知道的5个实习求职平台。最后呢，我也会帮大家总结出他们的各自优缺点。那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实习，或是你未来要找实习的话，都不要错过这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喽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邀请大家按下底下的订阅按钮。在这个频道呢，我会分享一些海外留学以及自我提升相关的有用知识点，所以呢，不要忘记追踪我哟。这集影片呢，我主要会针对大学生找实习来分享，所以如果你最近在找的是学生打工的话呢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那这支影片呢也会有时间轴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看什么的话，可以到底下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跳转咯。首先，相信大家想到求职应该都是先想到数字的人力银行，对吧？但我第一个想要推荐的是 Cake Resume。Cake Resume 这个平台呢，它本身比较小众一些，大部分都是一些新创公司的职缺，它是一个比较像是结合找工作以及累积人脉的一个平台。他们自己的官网呢有给上超级多的资讯，像是如果你本身不会制作自己的履历或 CV 的话，你们可以参考他们官网上面的范例，直接套版就可以做出超漂亮的履历，或者是他们会在部落格上面分享一些求职经验分享等等的，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用的知识，就是你看完你会觉得自己应该要怎么找工作方向才会是对的。像是我是做行销的嘛，很大一部分其实都很吃作品集，包含设计方面也是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有作品集的话，也可以使用他们内建的功能直接上传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。再来，我觉得有一点很特别想分享的是他们的 Connect 功能，像是如果你在上面看到同学啊、学长姐或者是你的上司，其实都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。那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呢，通常都会先点进去这个公司看一下他们的成员有谁，就可以知道自己未来的主管大概会是谁，或者是这个创始人他的经历是什么。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的保障求职者不会被骗，因为像有些比较小的公司连听都没听过那一种，就会比较担心说进去是不是会被骗之类的。那在使用这个平台上的经验上呢，我觉得他们的面试感受让我觉得非常效率高，因为大部分都是新创公司，所以他们的应征流程可能没有那么的繁琐，所以基本上我投出去履历大概是2-3天我就会收到回复，其实还蛮快的。说实话，以找工作来讲的话，我会把时间拉到1到2周，但是在 Cake Resume 上面面试的公司呢，基本上都是1周内就会马上传讯息问我了，所以他们的面试算是很快速的。而且重点是他们上面有非常多是完全远端的工作，因为是新创嘛，很多公司他们都会开出一些完全远端的工作，所以如果你是对远端工作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平台。再来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应该有一半的同学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吧？我超级惊讶，竟然还有人不知道这个平台。因为我之前跟朋友分享我找到一个外商的实习机会，那他们都超级惊讶，要怎么可以找到这么大的公司？这个平台呢，就是 Facebook 社团的实习透视镜。跟他们讲，这个平台超级好用。为什么会说它好用？是因为他们上面呢有超级多的学长姐，也就是可能刚出社会或是刚卸任这一个实习生的学长姐呢，他们会把自己的职缺 PO 出来，找下一届的实习生递补他们的位置。而且通常在 FB 上面的互动率都比较高，所以你在下面留言的话，也都会有人解答你。我自己觉得比起单方面的去投履历，在 FB 上面看到的职缺呢，回应率会更高一些。那依照我在里面已经快1年的经验，我觉得他的工作机会呢，比较像是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，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把职缺 PO 上去。有些公司呢，他会采先到先审制，先到先审就是你先投履历，他觉得你不错，他就会先录用你。如果说你比较晚投，但你也很优秀，但他们已经在前面找到优秀人才的话，他们就会关闭这个职缺。所以我觉得在先到先审制的话 ，FB 看到的职缺真的是立马赶快报名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最熟悉的104人力银行。那为什么我不太会推荐1111？是因为我觉得界面来讲，我觉得104是比较浅显易懂的，他们 APP 也做得很棒。再来，他们有个履历健检功能，我觉得超级推荐。现在在找实习不知道怎么面试啊，然后履历不会写的人，真的可以去问一下他们履历健检室的人，因为这是完全免费的功能提供给大家。我觉得其实面试这种东西真的是熟能生巧，你真的是面试
过几次之后才知道说自己的优势在哪，你的履历要往哪一个方面写才比较容易得到 offer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真的很推荐大学生，所以我才会特别推荐104人力银行。那在上面的职缺呢也是非常多。那我自己觉得104在整个应征的流程上呢会耗时比较久一些些，因为通常呢公司他们 HR 是一批一批去审理你的履历嘛，所以你通常会在某一批被审阅到，那他可能会过1个礼拜通知你，那1个礼拜可能会约下1个礼拜的时间，那第一次面试完可能还有第二次面试，第二次面试完可能要再过1个礼拜才会告诉你面试的结果，所以整个面试的过程都会非常的漫长，大概都要到1个月才可以找到 offer， 或是你才确定下来这间公司要你。所以我觉得在104找工作的话，你可能要多投几份，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履历都会石沉大海，就是我有时候点进去看小眼睛都没有看，所以有一些职缺可能都是放在那边很久了，根本就没有人在看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多投几封，然后你收到几封履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审批到你要去参加哪一些面试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。接下来呢是 LinkedIn， 那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听过 LinkedIn， 我也是到大3、大4，自从我出国之后才发现这个平台的，因为到了大3、大4之后，就会比较积极的去找一些实习，那包含我从国外回来之后，我很想要去外商，那如果说你也是想要找外商工作的话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平台 LinkedIn， 记好记满。而且这个平台就算你不是想找外商的话，我也非常推荐一定要去下载，或者是一定要去注册这个账号。它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 Facebook， 但是是 for 商业人士的，所以你在上面是可以建立自己的 profile， 就像你的 FB 一样，放头贴、放封面，然后放上你自己所有的求职经历、你获得的奖项、你的证书，所有的动态呢，你也可以像 FB 一样，就是天天发文，但我不建议啦。但我意思就是说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，你就把它当作是 FB 在经营，然后是比较专业的内容放在上面。那像我自己呢，把 LinkedIn 的 profile 用得很漂亮、很专业，很多的猎头呢，他们都会去用 LinkedIn 上面找人才，把一些优秀的人才挖走。所以我觉得经营 LinkedIn 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像我自己在使用 LinkedIn 呢，就有一个小 tips， 通常我去应征一份职务，我都会看一下主管是谁，我就会在 LinkedIn 上面搜寻这个主管的名字，中文、英文全部都搜过一遍，然后找到这个人之后呢，我就会看他的经历。那尤其是在面试之前啊，你就可以跟面试官闲聊说，我有去特别了解这间公司，然后也看过你的 LinkedIn， 我很想要和你请教，或者是想要跟你学习哪方面的知识。那这样一说呢，面试官直接录取，因为其实这样子代表你充分的了解公司的资讯，以及你想要学习的知识是他可以提供给你的。因为我一直在说，求职都是双向选择嘛，所以你要在这一份工作实习得到一些什么才叫做实习啊，不然你就只是去打杂而已，不是吗？所以如果你们要找工作的话，我会比较建议是你们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想学的领域，以及有一点点痛苦、不要太舒适的地方，在这样子的地方当中，你比较可以学习到东西，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去做一份兼差的工作，然后可能没有什么知识点。那你出去工作之后，你只是拿了一份水的履历，根本没有任何的经验在脑海里面。为什么我说看 LinkedIn 就是可以从这些东西里面抓到细节？它本身呢就有一个求职功能，所以你们可以点进去首页看到一个 job， 它可以设定地点还有职缺，所以你只要打上关键字呢，设定你想要找工作的地点，就可以搜到很多实习还有正职的工作机会。通常大部分的公司呢都是你叫得出名字的外商公司，或者是台商公司，或者是一些跨国的新创也有可能会在上面。那在上面拿到面试的机会，我觉得是蛮渺茫的。像我之前投过一个很有名的珠宝品牌，大家一定听过，非常贵的那一种，他们在征公关实习生，那我觉得他们的求职者可能大部分是海归啊，或者是英文很厉害顶大那些的人，所以竞争力相对也会比较强一些。但是如果你未来想要找国外的工作，或者是你本身对外商工作很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这个 LinkedIn 上面逛逛。但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 Connect 功能，因为可以在上面认识到很多业界大佬，所以我很喜欢在上面到处加人家好友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大厂公司他们自己的官网啦。如果你今天的求职面向呢是想要去集团式的公司，或者是你叫得出名字的大厂公司的话呢，可以呢去到他们的官网下面有一个征才专区、人才专区、招募专区之类的，点进去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职缺，通常会开正职或者是实习的职缺在上面。如果说你今天是已经锁定好你要去哪一间公司，比如说我要去台积电，那你就去下面找找看，或者是比如说我想要去德国的汽车公司，那我就可以锁定 BMW 啊、宾士啊，去看一下他们的职缺。所以这个求职方式我会比较推荐，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要走什么产业，比如说你要汽车、你要制造业、你要餐饮业，你就去那些业界大佬们的公司呢全部扫一遍看一下，
下，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去某个国家的外商公司找工作的话，我会推荐用这个方法。像我之前就很想找德商的工作嘛，我就把德国协会的所有在台湾的德商的名单搜出来，一个一个名字去看，然后官网点进去看有没有新的职缺。这样的方法其实很快，因为你可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公司，所以你就非常精准的去投这间公司的履历。中奖机会呢，我自己是不知道啦，因为我没有投过，但是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你是想要找大厂的话，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，所以说不定你逛着逛着呢，就可以看到喜欢的职缺，也说不定。好，那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当然呢，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求职平台，像什么小鸡上工啊之类的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我觉得这5个呢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，已经够你找工作了。那以上这5个的总结就是 Cake Resume 适合你想要找新创公司以及远端公司的人。第2个 Facebook 社团，不管你今天要找任何行业的工作，你闭眼直接按下去加入社团就对了。第3个104人力银行，职缺超级多，但是也有很多是幽灵职缺，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用。第4个 LinkedIn，适合想要找外商公司的人。第5个大厂官网，适合已经知道自己想要找哪一间公司职缺的人。如果说你对我今天介绍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都欢迎在底下的人跟我讨论，或者是私讯来问我都没有问题。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。如果想要持续追踪，可以到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 ，Cheers。